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欢迎来到主题设定与说明这个单元。在开发一个 API 之前呢，选择一个合适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主题可以确保 API 的实用性和价值。举例来说，我在一间中型规模的公司上班，员工数很多，资料都储存在 Google Sheet 里面。公司多了一个新的工作项目，需要每一天都寄信给员工，这会需要用到每个员工的信箱。不过，公司员工的流动率非常的高，导致每几个礼拜员工都会有一些增减。这时候就需要开发一支可以取得 Google Sheet 的所有资料的 API。此时，我们决定要来开发 Google Sheet 资料阅读器的 API。这支 API 的运作流程呢，就是当 API 用户透过 Server 送出请求给 API 的时候 ，API 会将 Google Sheet 的资料截取下来，经过格式的整理后再透过 Server 回传给 API 用户。在厘清开发流程、设定好主题后，接下来我们要来制定界面规范啦。在制定界面规范前，了解参数命名原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可以确保开发 API 的时候，为输入和输出的参数选择了适当的名称，以便提高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参数命名的原则很重要的是清晰明确，参数应该要能够清楚地描述它的用途和含义，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者是过于抽象的名称。例如，这个参数名称如果是指用户的话，用右图的 username 就会比用左图的 input one 还要好很多啦。还有，必须保持一致性，保持参数命名的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可以让程式码更容易阅读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表格中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命名风格，像是驼峰式的命名法。驼峰式命名法，它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而后续的每一个字母开头都是大写。还有大驼峰式命名法，大驼峰式命名法与驼峰式命名法非常类似。你可以看到它一样，后面每一个单字的开头都是大写，而它唯一不同的就是连第一个单字它的开头都是大写。还有蛇形命名法，蛇形命名法所有的单字统一都会是小写，而单字与单字之间会以底线来做分割。烤肉串命名法跟蛇形命名法非常相似，它们的差别就在于烤肉串命名法是以减号来做分割。你们可以自行选择符合期望以及规范的命名方式，但要记得选择了的命名方式就要维持使用该命名方式哦。参数命名原则还有很重要的，必须要保持简洁明了，避免使用过长或者是冗余的参数名称，尽量要简洁一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名称也可以提高程式码的可读性。参数的名称大约在8到20个字母左右，比较容易阅读的长度。还有避免保留词，确保参数名称不会与语言的保留词或者是关键词冲突，避免导致一些不明确的错误发生。刚刚我们已经了解了参数的命名原则，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确定输入和输出的参数名称以及规则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确保你在开发的过程中顺利的进行。通过定义参数的名称和规则，也可以帮助使用者们更明确理解 API 的用途以及 API 的使用方法。那首先我们需要定义 API 的输入参数，这些参数是用户在使用 API 的时候需要提供的资讯。我们在读取 Google Sheet 的时候会需要 Google Sheet ID， 这样子我们还取得到这个 Google Sheet 的资料嘛。所以我们把参数制定为 ID。好，输入参数简单又明了，就是一个 Google Sheet ID。接下来我们要来制定成功输出的参数名称和规则了。为了取得 email 的资料我们要将各个栏位的资料分开，因此输出参数将会是以栏位名称来作为这个 key， 那它的 value 就是每一个栏位的资料。在最外层我们会有一个状态，
如果输出成功呢，就是1，然后是输出的结果。我希望它是姓名在最外层。OK， 希望它是姓名在最外层。那每一个栏位呢？王小明，栏位姓名在最外层，然后栏位性别也在最外层。以及栏位的身份证也是在最外层。每一个栏位呢，它都各自在最外层。依此类推，每一个用户的资料，它都会依栏位来进行分割，像是这样。OK， 那我们输入参数的制定就好啦。有时候 API 的请求也有可能会失败，因此我们要来制定失败情况下的输出参数。那当 API 请求失败的时候，你可以将相对应的错误讯息放在这个错误的那个输出参数中。那我们在呼叫错误的时候，也可以给它一个 status， 就是给它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这个状态，就知道说，发生了哪一种错误。好，既然我们输入参数以及输出参数都已经制定完成了，那在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会直接进入开发的步骤咯。下次见。